这是由米其林3星餐厅的厨师研发而成的3重脆皮炸鸡。你听着声音脆到耳鸣，你尝着鸡肉嫩到眩晕。值得提醒的是，炸鸡是这坨肉，而不是这个人。我叫绵阳，是专门来店里偷师的，然而并没有套出有用的信息，那也没关系，交给 A 货工厂解密，绝对放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找到主厨公开的制作花絮，让我们放大腌制的画面。不难发现，这是百里香，这应该是杜松子，水色呈棕黄，我猜是放了生抽，口感很鲜嫩，应该是加了浓盐。再根据我多年的炸鸡经验，添上胡椒和味淋，通通倒进小锅里，煮120秒就行。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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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步骤很重要，就是给腌汁儿降味儿，以避免鸡腿被直接烫熟，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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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于冰箱之中冷藏90分钟。腌制的比例虽然是我自行调配的，但相比原版，不敢说有8分像，至少也有9分像。你还不赶紧截图保存呀！咔嚓咔嚓咔嚓。只看3重脆皮炸鸡这个名字，多少有一点难懂。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要裹3层面衣的炸鸡，是不是马上就懂了？第1层是混合了面粉和玉米淀粉的薄脆皮儿，再研磨海盐和黑胡椒，拌一拌，翻一翻，确保每一寸肌肤都雨露均沾。然后宽油下锅，炖140度油温炸5分钟，5、4、3、2、1。你们看，裹粉油炸能有效的改善毛孔粗大的问题。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我信你个鬼！第2层是布满着气孔的厚脆皮儿，需要调配一盆湿乎乎的话题湿乎乎的面糊。注意看，主厨往干粉里加的并不是水，而是伏特加和啤酒。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加酒吗？是因为酥脆的口感来源于食物在高温中表面水分快速蒸发产生的硬壳，因为酒精蒸发的比水更快，所以炸出来的外壳就更酥脆。你听懂了吗？用175度的油温炸1/24个时辰。我真想立马就来大吃一顿，但还得等一等。现在还只裹了2层脆皮，需要把油温升高到200度，再裹上第3层面糊。看鸡腿在油锅中沉沉浮浮，闻香气在四周围飘飘忽忽。仅用了1个下午，炸鸡就顺利出炉。我真想高喊一声呜呼！怎么看起来和原版长得不太像啊？来听听声音怎么样？不知道吃起来脆不脆啊？不对，软软绵绵，酥酥黏黏，离3重脆皮还差得很远，像受潮了的虾片。我请教了做厨师的朋友，他建议我结合脆皮水的配方，加点白醋和澄面。好方法，感觉能行。这外壳一看就脆。来，先把你们的耳机音量调小一点，我怕待会儿会震碎你的耳膜。根本就不对啊！黏黏巴巴，韧韧滑滑。仔细回想，原版外壳的质感有一种近似膨化食品的嘎嘣脆，难道是加了大米粉？又继续品尝了1天的炸鸡之后，我总算搞定了最终的配方，那就是将第2层和第3层面糊中的面粉全部换成大米粉，调成水状的质地，将鸡腿包裹紧密，下入锅里，并能让第2层面衣脆得更加彻底。而第3层面糊中需要加入一点泡打粉，外壳的口感会更加松脆。金色的面衣正逐渐鼓起，油润的气息也逐渐浓郁，嘴角的眼泪更不停狂滴。别急，上桌之前还需要裹上一层用糖渍橙皮和罗望子酱熬煮而成的酸甜酱汁。如果说外壳是口感的灵魂，那酱汁儿就是口味的灵魂。外形圆圆胖胖，内里鼓鼓囊囊，鸡腿油光闪闪，盘中清清爽爽，请大家调大音量。我们一起来小口浅尝。这清脆的声音，仿佛钢化玻璃被炸碎了满地，硬但嚼起来毫不费力，轻但咬起来浑然一体。酥壳中蹦出的缕缕甜蜜，厚重且均匀，柔滑且细腻，透过指缝渗进了胃皮，沿着食道钻进了心底。这
这鲜嫩的口感宛如滔天的海浪，未过沙滩，又似数万吨的棉花猛冲进口腔，烫像火花在接连绽放，软如初夏的片片花瓣，肉汁缓缓流淌，肉香急速上窜，没等用刀切开就吃了个精光。我如此不在意淑女的形象，只请你给我点一个赞。哦，黄瓜忘记吃了。吃了这么多年的炸鸡，做了这么多次的炸鸡，像这样在已经炸好的鸡腿上再裹一层面糊的炸法，着实是少见。不得不佩服主厨的创意以及他对食材特性和烹饪原理的熟悉。只是88一只的鸡腿，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不得不再感叹一下魔都的物价。不过呢，这次 A 货工厂每只成品的成本才7块1毛7，甚至没贵过1块麦辣鸡，血赚呀！蚕丝锅烧鸡。相传，在200多年前的宫廷，有一道复杂而神奇的御膳料理，要把2只鸡做成1只鸡，再搭配海参鲍鱼、鱼胶、鹿筋等珍馐佳品。也难怪慈禧甚至乾隆爷都对它偏爱至极。正好鸡谐音吉，有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最适合作为我年夜饭的选题。嘿嘿。根据电视里的介绍，这道蚕丝锅烧鸡一共分为4个部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所以我首先要挑战的就是只能猜最费功夫的鸡窝。哎，此鸡窝非彼鸡窝，自然不能用稻草来做，而是要以肥美无比、百里挑一的优质3黄鸡做成鸡窝的造型。那你看好了，想让鸡肉足够鲜嫩，就等于盐水耐性浸润，再倒入冷水煮至沸腾，撒一圈料酒去腥增醇，最后泡进装满冰水的塑料盆，令滑弹的肌肤更加紧绷。噔噔，接下来炸一锅葱油捞出，撒一把香料滤出。再端出时间熬煮了21600秒的猪骨鸡高汤，浸出刚刚爬出澡堂子的3黄整鸡。这个时候，过年收红包收的手软的同学肯定会问：大姨，炸香料剩下的油还有用吗？当然有用，混合豆浆、生抽、花雕酒，熬成 F321611色的香料油，咻，配合 F862619色的糖色，咻，调成 F674229色的卤汁，撒食盐，倒白糖，继续浸泡3000秒。注意，要让鸡身被卤汁完全浸没，绝不能时不时的浮出水面。呀，我浮起来了呀！最好的方法嘛，就是找一个重物压一压，压一压，压一压，肌肤便能上色均匀，鸡肉便能入味彻底。作为年夜饭的主菜，光有卤香还远远不够，得在烧软白糖附上浓郁的熏香，抹一勺料油，搜出鸡皮的水分，然后送入冰箱冷藏1整晚，提升肉质的口感。但你肯定想象不到，如此大费周章的卤一只鸡，最好吃的鸡翅、鸡腿不过只是边角余料，真正用来做鸡窝的，却是你平时不怎么爱吃，因为很容易煮老炒柴的鸡胸肉。咚咚。宫廷料理最讲究制作精细，所以要沿着鸡胸的纹理，小心的、仔细的将肉撕得如针般纤细。传说原本的蚕丝锅烧鸡只有鸡没有窝，但慈禧太后见状，直接赏了上菜的20大板。因为鸡即凤凰，倦鸟也得有巢归，所以御厨才绞尽脑汁想出了用鸡胸做窝的传世创业。你们说，像我这样边撕肉边偷吃，还要把凤凰窝叫做鸡窝的瘦小丫头，在御膳房里能活几天呢？经过了248分钟的弯腰低头、左右开弓，终于凑够了小小一坨的凤凰窝。撒粉粉，抓匀匀，下蝈蝈，炸酥酥，装勺勺，滤干干。你闻闻，好香香！老子想赏你20大板板。搞定了鸡窝，接下来处理鸡内脏。哎，此内脏也非彼内脏，而是用珍稀的鹿筋、鱼胶、鲍鱼、海参代替原本的鸡心、鸡肝、鸡肠、鸡胗，混合制鲜的纯鸡汤勾芡而成，最后用新鲜的荷叶包裹保温。然而现在是冬天，只能买到满是破洞的风干荷叶。哎呀，我露馅了呀！好在我灵机一动，决定将汤汁过滤之后再包裹，便能防止鸡汤渗漏。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观众就不会发现这些小窟窿。配料准备完毕，终于轮到了主角登场。炸鸡用的鸡是又鲜又嫩的童子鸡，需要取葱姜小茴香花雕、杀人豆蔻和花椒，以及可是不是还剩下不少的鸡盐胡椒，用力抓拌成芬芳的腌料，在小鸡身上均匀的抹好，再送进冰箱里腌制。1天1夜。待鸡肉充分入味，便可以洗去颜料，送入蒸锅蒸60分钟，噗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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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刷上一层用面粉、淀粉、食盐、蛋清、小苏打和清水调成的轻薄面衣，下锅油炸，直至酥脆金黄。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炸鸡很容易 ？Too naive。
作为御膳料理，除了做工精细，摆盘造型也必须有所寓意。所以称蒸鸡的时候，还要将白、橘、红、黄、绿5种颜色的蔬菜切得长短一致，粗细均匀。再把萝卜片组合成鲜艳的花朵，代表着麻辣苦咸甜的人生五味，也象征着五彩祥和的美好寓意。御厨们如此煞费苦心的设计，着实是把我累了个精疲力尽。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一个心？你看着鸡头微微昂起，仿佛在祝你出人头地；你看着鸡胸健硕硬挺，仿佛在祝你轻松躺赢；你看着鸡翅细长轻盈，仿佛在祝你平步青云；你看着鸡腿饱满 juicy， 仿佛在祝你事事 carry； 以及五彩的小鱼有红有绿，金灿的鸡丝蓬松细腻，都是在祝你新年吃鸡大吉大利。这鸡丝经过了瞬时高温的炸制，面糊酥脆紧实，经过了无数香料的浸渍，肉质润而不湿，温润在赤阳下暴晒多日的细小枯枝，被牙齿嘎吱嘎吱的挤出了肉汁。好吃。这鸡腿。外壳似薯片般酥脆，轻轻一咬满口碎；鸡肉似和牛般嫩肥，溢出阵阵新鲜味。并不算丰腴的汁水，萦绕着成吨的鲜美，在舌尖交汇，在味蕾横飞。我也紧闭着我的樱桃小嘴，才不会被人发现那成堆的眼泪。最后来试试内脏。有点咸有点甜，非常鲜非常黏，鲜与咸不断盘旋，软与黏交织缠绵，仿佛一片孤傲的落叶遨游于巍巍山海之间。就算混入一块鞋垫，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下咽。难怪连乾隆爷都要吃它来当早点，也难怪观众老爷都想给我成堆的点赞。俗话说无鸡不成席，清朝的御膳宴席光定量就有5只鸡，但实际的消耗还远超了定量。白切鸡、盐焗鸡、冬笋炒鸡、德州扒鸡，或者是这盘神奇的蚕丝锅烧鸡。那么你又最喜欢吃什么鸡呢？你的年夜饭中又有什么美味的鸡肉料理呢？欢迎分享到评论区，一起祈祷新年大吉，愿我们来年都无灾无病，愿我们来年都顺顺利利。炸鸡片。所谓零食，就是在1日3餐之外的时间里享用的食品。黄油曲奇、肉松饼、麻辣面筋、巧克力，以及包裹着黄金酥皮的长沙炸鸡。当地美食界的后现代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家炸鸡店的灵魂就在于辛辣中略带咸鲜，酥脆中略感湿泥儿的炸鸡皮儿。好过瘾呀！你别这样，绵羊都吃不到呢。所以第2天8点，我就大方斥资6000分钱买回了2斤鸡爪和1斤翅尖。首先掏出随身携带的涮猫专用指甲剪，将鸡指甲剪得短小又平整，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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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得干净又卫生。哗啦哗啦哗啦，什么情况？下午3点。经过21600秒的耐心等待，鸡爪和翅尖总算冲洗完毕。先丢进铁锅灌水淹没，再加入姜片、大葱和料酒焯水去腥，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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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炸鸡的味道有着浓郁的咸香萦绕，应该是有在卤汁之中适时浸泡。幸好我有做板面剩下的27味芬芳香料。鸡爪耐煮，先行入锅，注入清水，铺满调料，开大火，加热到汤汁翻滚，荤香逼人，就可以倒入翅尖，煮至沸腾，再关火静候1整个时辰，才能保证入味充分。滴答滴答滴答滴。看起来好香哦！入口是卤汁那呛口的辛辣，咀嚼是鸡爪那酥软的柔滑，软软趴趴，黏黏巴巴。你再吃鸡爪就没了。先把嘴角的眼泪擦干，再来研究蘸料的配方。记忆中的炸鸡表面被染得一片橙红，那就拿出做板面剩下的一堆干辣椒，再加1颗四川的2荆条、云南的七星椒、贵州的灯笼椒，打出微微的辣意，混合一把孜然粒，调出馥郁的香气。好像不太给力。哇，你再来试一下。可以吧？还不是因为大力出奇迹。个屁！因为我加了 MSG。
蘸料轻松搞定，还差酥脆的面衣。根据我多年的炸鸡经验，面衣的调制无非是果湿糊和果干粉2种方式，而常见的配料不外乎面粉、淀粉和鸡蛋、盐和胡椒加辣椒等等等等。只要将它们组合搭配，反复尝试几遍。壳也太厚了吧！湿炸的面衣富有嚼劲，但溶液和内里完全分离，不够酥脆，不够轻盈。相比之下，裹了干粉的鸡爪则薄脆光滑，紧致无瑕。这是僵尸鸡爪吗？没关系，不要紧，不过是肤色稍微深了一点而已。只要用清水作为粘合剂，多裹一层面衣，就肯定没有问题。我全掉了。为啥？面衣遇水就散，一定是裹得还不够服帖，那就屏住呼吸，凝住气，指尖用力摁紧密。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不同于生鸡皮的柔韧难断，卤制过后的鸡爪表皮异常脆弱，只能轻轻柔柔的蘸清水反复包裹，拍干粉来回涂抹，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好脆，但似乎还有哪里不对。记忆中炸鸡的口感，除了脆如薯片，还会粘上齿间，要黏要脆，要脆又要黏，黏黏脆脆黏黏，圈圈圆圆圈圈，莫非像外侧里粘的糍粑一样？加了糯米粉。粘了。脆，直袭耳膜的清脆，宛如通透的酒杯被嚼个粉碎，灼烧的疼痛犹如带血的尖锥扎进粉嫩的小嘴。辣！干燥的辛辣在唇边咔嚓咔嚓的来回摩擦，肥嫩的油花在舌尖滋啦滋啦的不停蹦跶，时而一阵颗粒状的椒麻，时而一阵糯米般的粘牙，就连硬邦邦的鸡骨都碎成了鲜甜的肉渣，简直妙啊！再来一小口秀气的鸡爪，黏糊糊的鸡皮仿佛新出炉的糖稀，吧唧吧唧的汁水四溢，软扑扑的肉垫好似刚蒸透的猪蹄，端来端去的不失弹性，阵阵卤汁延绵的香气绕过了柔韧的肉筋，冲破了紧致的鸡皮，撞碎了酥松的面衣，钻进了饥饿的心底。如果你能点一个赞，我就一整桌鸡爪吃下去。eating bleeding。哎，别担心，别着急，这不过是我为了切合万圣节的主题，用果汁和模具做的脆皮流心巧克力，希望没有吓到你。视频常常有惊喜，人生处处有回忆。今天的炸鸡虽不如史上最棒炸鸡那般汁水丰盈，也不如波芝鸡腿大包那样层次分明，但它却在我瘦小的心里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有些东西说不出哪里好，却总是谁也替代不了。或许这就是记忆中的味道。鸡腿大包。2017年，颜值极高的西瓜吐司包在一夜之间忽然火爆。2018年，自带社交属性的脏包掀起了全网的复刻风潮。2020年，又软又糯的麻薯包在几万平米的大型商超疯狂热销。2021年，由绵阳研发的鸡腿大包实现了5000亿的销售目标，抢购的人群从成华大道排到了2仙桥，绵阳一跃成为了美食界的大富豪。你在想逃？前几天我买了一个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鸡腿面包，但却发现里面只有火腿和面包，味道着实有点单调。所以我想，如果能在童年的味道中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说不定就能发家致富。由杨厂长亲自设计的鸡腿大包，一共分为6层。第一层依然是经典的火腿肠，第二层是鲜嫩的大鸡腿，但想在面包和火腿之间塞一只鸡腿，就得挥舞锋利的小刀，咻咻将腿骨完全抽离，再用火腿作为代替，一点一点的塞进去，叮。根据我多年的炸鸡经验，如此坚熟的鸡腿需要15分钟才能完全炸透，但外层的面包最多只能承受7分钟的高温。
所以机智的杨厂长早就用浓盐水将鸡腿腌了一顿，再用70度的低温慢烤1/8个时辰，既能保证肉质的鲜嫩，又能加速烹饪的进程。听懂掌声。备好了主材，再来包一圈鸡迷股民们最熟悉的绿色蔬菜，让味觉的层次更加明快。只是香菜嘛，好多人不爱吃；韭菜嘛，寓意又不太好，那就买一把销售部先生却很爱吃的新鲜菠菜，汆烫、挤干、打碎，再混合面包屑、大蒜泥、帕玛森、黄油、黑胡椒和盐。呀呀，我好绿呀！先冷藏一会儿，再小心翼翼地粘上鸡腿儿。迅速装盘，送进烤箱，待芝士的奶香缓缓释放，待大蒜的腥呛悄悄消散，待鸡腿的表面慢慢酥软，就可以取出放凉，再用芝士裹得漂漂亮亮。还裹芝士啊？没错，帕玛森不过是风味的来源，而现在登场的马苏里拉，顾名思义就是相当的能拉。事实证明，不是每个牌子的马苏里拉都能拉，而且够黏的不够拉，够拉的又太大。好在我有小熊手指搅拌器。哇，完美啊！接下来就是我的拿手好戏，做咖喱面包的同款面包皮，放料、和面、发酵、滚圆，再将鸡腿牢牢包住，裹上鸡蛋液，沾上面包糠，直到隔壁的小猫被馋得猛男娇喘。真的好像个鸡腿啊！按流程还需要在35度的环境下让面团继续发酵3600秒，滴答滴答滴答滴。你怎么变这样啊？不过是身心有些臃肿，心跳不够紧绷，问题不大，一切都还在掌握之中。油温一旦到位，就立刻下入鸡腿，双手各持一根筷子，不停翻面，炸出来的面包才会酥脆又金灿，匀称又饱满。根据我多年的烘焙经验，不难发现，封口处越长就越容易裂开，所以我立马改用了包包子的手法，将收口处尽可能的缩小，就不会再有开裂的烦恼。这是手雷吧？虽然没有裂开，但看起来这什么呀？葫芦娃吗？让我们回到上次失败的画面，发酵好的面包因为过度膨胀而失去了原本的形状，封口处的面团也自然而然的愈发松散。如果缩短发酵的时间，在它变形前就下锅油炸，说不定……好奇妙啊！这怎么像鸡蛋呢？是啊，没熟我这鸡腿啊，这没熟。鸡肉好嫩啊，浓盐水真的绝，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鸡肉会老，使劲煮它，煮死它。哎，有时候过分的谨慎反而会导致意外的发生。用浓盐水腌过的鸡腿，无论烤多久都鲜嫩如初，所以只要大胆的把鸡腿烤到全熟，再下油锅。哇哦，好完美哦！小小一只，满口爆汁，轻轻一撕，浑身拉丝，用料奢侈，工艺细致，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鸡腿大包隆重上市！哎，请先点赞，再看试吃。好酥，金黄的外壳酥而不枯，焦而不糊，宛如坚硬的皮肤将松软的内里牢牢裹住。好嫩，有了浓盐水的浸润，白净的鸡腿变得愈发滑嫩，轻轻一吮便咸香翻滚，随便一啃又汁水狂喷，蛮横又温顺，深沉又销魂。好黏，在酥与嫩之间，一股滚烫的软黏，若隐若现，又分外明显，黏住了菠菜的甜，黏住了芝士的咸，黏住了火腿的绵，黏住了辣椒的鲜，黏住了绵羊的不知疲倦，黏住了观众的点赞订阅。葫芦鸡。被称作长安第一味的葫芦鸡是来自古都西安的传统陕菜，起源于唐代。只要经过水煮、清蒸和油炸3道简单的工序，加上细心的处理，就能达到皮酥肉烂、满是生香的完美状态。所以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买鸡。虽然找不到正宗的西安城南窝窝鸡，但至少还有不超过1公斤的本地小嫩鸡。
一般餐厅的做法会斩去鸡爪和翅尖，保留鸡头，但自己在家做嘛，最爱吃的翅尖必须留下，有点吓人的鸡头残忍丢掉。皮滑肉嫩的小鸡在炖煮过后，一碰就会骨肉分离，所以要先用绳子捆绑定型。再次入锅，加冷水淹没，用大火煮开，撇去浮沫，再小火慢炖，熬出鲜浓的高汤。半小时后，来检查一下，得益于精湛的手法和专业的捆绑，救助过后的鸡身依旧完完整整，毫无破损。鸡腿怎么都断了？幸好还没有完全脱落，好险！接下来要将鸡肉卤制入味，在金黄的鸡汤里倒入纯净的清水，或者提前1天就准备好了的深褐色老卤。1天也好意思叫老？哎，大1天就是哥，卤1天就是老，味道绝对比新的好。老卤虽妙，但也得再加上15味香料的新鲜卤包一起浸泡，风味才会更加地道哦。接下来下大葱姜片、料酒，去腥增香，倒生抽入味上色，撒盐和冰糖提鲜，之后放进蒸箱，蒸1个半小时。哎，我的腰！你有腰？你别吵，这段时间也别闲着，煸香花椒、孜然、朝天椒等等等等。详细的文字菜谱在视频末尾。点赞之后可凭手速截图，再打成粉末状的蘸料。好香，还有点呛。吃起来也一定相当的。到点后取出卤好的整鸡，一时间蒸汽弥漫，卤汁飘香，异常兴奋的绵羊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快保护我一下。此时鸡肉已经相当软烂，一不留神就会脱骨滑落，所以之后的操作千万要注意，先用漏网小心的兜住，再将卤汁缓缓的过滤，最后熟练地、耐心地给鸡松绑。没想到鸡腿还是先走了一步，这个到底是吃掉还是炸了呢？不愧是1天的老卤。传统的葫芦鸡会在卤汁入味过后直接下锅油炸，而改良后的版本还需要涂上一层轻薄的面糊，咬起来咔嚓作响，令屏幕前的观众无比嘴馋。所以精益求精的绵羊仿照了陕菜大师杜西风老师的做法，用栀子作为天然的染色剂。哎呀，我好黄呀！再加生粉、低筋面粉调成均匀的面糊，轻轻的、慢慢的、均匀的涂抹上每1寸肌肤，腋下也不能放过。咻咻咻咻！再小心翼翼地把整鸡完全淹没在8成热的油锅中，直到鸡皮油亮金黄。无奈锅太小，鸡太大，为了保证上色均匀，灵光一闪的绵羊自创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杨记双锅流。看它挥洒自如，看它驾轻就熟，看它得心应手，看它3个。今天就来轻松一期，轻松一期。10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更大的锅具，那就选只小点的3黄鸡，这次肯定没问题。为了避免鸡皮粘住漏网而再度散掉，绵羊还研究出了万无一失的妙招，那就是刮糊之后用烘焙纸包住，溜进锅里。唰！平静的锅中泛起了白色的涟漪，柔软的鸡身结成了金色的酥皮，刹那间油花溅起，卤香四溢，就连呼吸都令人垂涎欲滴。先上色定型，再高温复炸，待表面金黄酥脆，便可以即刻出锅。唉，为什么它看起来这么痛苦？夹紧的上臂，前倾的身躯，微抬的鸡臀，交叉的小腿儿，外形虽然不形似葫芦，但味道嘛……烫乎乎的大鸡腿，外壳蓬松酥脆，鸡肉软嫩入味，滚着油花的鲜美，却不挂油腻的脂肥。略显淡薄的汁水涌出浑厚而深沉的卤味，直冲冰冷的百会，直钻炙热的心扉。软得我展颜舒眉，嫩得我唾沫横飞，不愧为长安第1位。再试一块鸡胸，相比鸡腿，鸡胸明显偏柴。但只要蘸上自制的调料，酥酥辣辣咸咸，脆脆麻麻甜甜，纤细而浓烈，澎湃又直接，伴着纯净的肉鲜在鼻尖缓缓盘旋，仿佛在教育绵羊，想要一键3连，不必扭扭捏捏。华夏儿女自古就喜食炸鸡，并在漫长的岁月里悟出了吃鸡的终极奥义：先吃鸡胸，愿你胸怀大志，以形补形；再啃鸡腿，祝你脚踏实地，平步青云。
接着鸡脖，愿你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最后鸡翅，祝你飞黄腾达，如虎添翼。人均1000的天妇罗。这是人均60的天妇罗，而这是人均1000的天妇罗，不就是食材不同吗 ？No， 优秀的天妇罗70%靠油温，20%看面衣，只有10%拼的是食材，那就是油贵。对，不对？米其林的料理店选用将芝麻低温烘焙出鲜香之后榨出的太香胡麻油，以及未经烘焙的生芝麻直接榨取的太白胡麻油，再经过严格的调配，既不会掩盖食材原本的风味，又裹上了芝麻那悠悠的妩媚。要不是它的价格太过昂贵，简直完美。但炸天妇罗真正的学问不在于成本，而在于油温。根据早乙女先生的理论，天妇罗是以油为能量，在蒸和烤的共同作用下，逼出食材鲜甜本味的料理过程。听起来似乎相当困难，但从未炸过天妇罗的绵羊爸得蛮耐得烦，他决定先做一只米其林的炸虾试试看。首先要选择来自广东广州的生猛黑虎虾。哎呀，好伤心啊！一斤要价78，贫穷的绵羊眼泪哗哗。好贵啊！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冲刺回家，确保它在最鲜活的状态下被温柔的斩杀。First blood。虾枪去掉，杂质不要。接着剥虾壳，抽虾线，再把虾身翻个面，还要在虾腹上划上几刀，断其筋又不伤其命。就像，注意，一定要将虾筋完全捏断，原本谦卑的虾身才会笔直平坦。哎呀，好平坦呀！不然下锅之后变成这样。哎呀，我好弯呀！整套动作必须熟练而迅速，否则手指的温度会影响虾肉的新鲜度，变得黏黏糊糊。哎呀，我好黏！处理好的鲜虾要立马裹上面衣。面衣？没错，当然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嘿嘿。面衣的材料很简单，面糊的处理很麻烦。想要炸出酥脆的口感，就要挑选优质的鸡蛋，而且水的温度要足够冰凉，面粉也必须提前冷藏，尽可能少的搅拌，面衣才会松而不散，轻盈又饱满。以上不过是最基础的理论而已，关键中的关键还在于用料的配比。只是老店的秘方都不会轻易的外传，毫无经验的绵羊决定先补个妆。不要慌，不要忙，只要上镜漂漂亮亮，多翻车几次也无妨。这道菜又名45度炸虾，是因为在经过短时间的高温油炸之后，外层的虾肉刚好熟透，而中心的温度维持在45度左右。哇哦，老师傅控温全凭丰富的经验和犀利的目光，而鸡嘴的绵羊掏出了作弊用的温度枪。美食博主家真是什么都有呢。油温220度，分毫不高，入锅23秒，1秒不少。这时候的肉质应该刚刚好。天妇罗吃什么？这是不知是面衣太厚，还是火候不够，总之没有炸透，几乎全是生肉。失败。油温和时间全部来自于纪录片，应该不会有错，那就只能从面糊的配比下手，多加点水，咻，面糊太稀太薄，口感不好，多加点粉，唰，厚度虽然到位，但少了几分酥脆，加玉米淀粉，这诱人的声音，再倒点啤酒，更蓬更松更轻盈，只是依然不见半熟的虾心，到处都是陷阱。唉，几天的制作全部失败，尝试的配方也全都破盖，但坚硬的绵羊绝不会轻易的。反复研究之后，恍然大悟，整锅的油温其实并不均衡，多搅拌几次才能测得精准。面糊也并非固定的粘稠度，挂糊的薄厚与次数都直接影响着受热的程度。入锅之后还千万不能怕烫，得轻捏住虾尾，来回晃荡，面糊才能全面着色，均匀受热。哇，出现了！油炸是一项脱水作业，滚油的热量会蒸发掉食材中的水分，相当于烤，而面衣中的水蒸气还停留在封闭的空间内，这样一来又相当于蒸。简单的理念也需要长时间的锻炼才能转化成手感和经验。面衣薄如蝉翼，又酥脆有力，在这油化的香气却不挂一丝的油腻。虾肉滑嫩纤细，又富有弹性；虾心湿软绵密，又奶香浓郁。纯净的香气伴着滚滚的热气腾空而起，将冰冷的口腔与沉睡的味蕾瞬间唤醒。4块钱一只的虎虾都这么爽，更加期待30块一份的新鲜海胆。紫苏清澈的幽香，裹着无与伦比的滚烫，在上颚肆意闯荡。
海胆甜美的爽朗，携着朦朦胧胧的温暖，在舌根慢慢消散。有烫有甜有香，有香又甜又烫，文静又疯狂，含蓄又奔放，仿佛从酷暑的沙滩跃向早春的海洋。成群的鱼虾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赶快点赞！天妇罗的做法看似容易，但学了1个星期也顶多算是入门而已。都说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但裹面糊、下油锅这简单的流程，也需要经历长期的探索、不断的研究和反复的调整。总有些人会为了提升1分的口感与口味而付出成倍的时间与花费，不是为了讨好谁，只是为了呈现出食材最美好的风味，凸显最原始的纯粹。或许这才是职人的精髓。史上最棒炸鸡。最近沉迷学习无法自拔，我在一本料理书上找到了这个史上最棒炸鸡。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这是史上最棒炸鸡，如果不是，我倒想试试你的。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反正我的话，当然是选择相信他了。需要准备鸡腿、鸡翅、迷迭香、酱油、辣椒粉、大蒜、柠檬、洋葱、盐、各个椒。作者说这炸鸡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他泡过这锅色泽妖艳、气息刚烈的浓盐水。这又酸又咸又呛人的浓盐水，是把大蒜、洋葱煎到出水，加入海盐、迷迭香进去焖晕。哎呀，不炒匀，加入清水、柠檬汁，离火后完全冷却。现在就可以来腌鸡腿了。把鸡腿丢进塑料袋里安置，把盐水倒进塑料袋里腌制，把塑料袋放进大盆里搁置，把大盆装进冰箱里静置24小时。还要隔几个小时就来翻个面，保证腌制均匀入味。8点，整夜腌制的鸡腿看似朴实无华，其实肉质饱满，鲜嫩无瑕，肌肤细腻，白净光滑。我真想给它一个么么哒。为了肌肤更加紧致，先把鸡皮表面的水分擦干，再继续放进冰箱1整天。哎，被你发现了吗？这些镜头都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摆拍的，但我是真的扎扎实实等了它3天。这鸡腿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书撕了。8点，这道菜叫酪乳炸鸡。酪乳的本名是 buttermilk， 它是制作黄油时剩下的酸性液体。可惜这个东西连美食博主家都没有，但网上说可以在牛奶里加柠檬汁或者白醋，等待10分钟 ，buttermilk 就会出现。哇哦，这不就是酸奶吗？有了它，炸鸡就会更加多汁。当然还要准备中筋面粉、现磨黑胡椒、细海盐、泡打粉、红辣椒粉，配方里还用了卡宴辣椒粉，据说很辣，那我就用更辣的本地辣椒粉。把干粉分成2份，酪乳夹在中间，从左至右滚上面衣，这样第1碗粉就永远不会结块，裹个粉都做到了干湿分离，讲究。炖炖炖炖炖炖，这就是史上最棒炸鸡。皮吗？8点，前面的步骤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不该把所有食材减半。原配方是6到8人份，鸡肉可以减半，但裹粉坚决不行，因为酪乳湿软，粘完之后一定要裹上大量干粉，用手压紧，不然就很容易脱落。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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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轻薄的面衣在高温下啪滋作响，乘着涟漪的油花追逐金色的信仰。灿烂的外壳是对虔诚的褒奖，闪耀着庇护的光芒，不惧任何阻挡。油香太烈，我有点缺氧。朦胧中发现硬币点赞一路疯涨。哟，看着圆咕隆咚的大鸡腿儿，一定是皮酥肉嫩碎一嘴儿，咔嚓一声爆汁水儿。先拍个定妆照。烫，滚烫的汁水宛如烟花绽放，熟睡的味蕾被瞬间点亮。嫩，未曾体验过的鲜嫩，差点让我乱了方寸。回过神来，又是一阵莫名的兴奋。咸鲜的源头并不是盐，复杂的气息迅速下潜，沉到心底，竟化作了甜。辣，刺激的辛辣伴随着酥皮一起爆炸，不均匀的疼痛落在舌根，慢慢钝化，突兀又融洽。炸鸡的层次仿佛乐谱的曲调，和谐美妙，我不禁露出微笑，满脑都是。我的天！
总结一下，花了5天时间做炸鸡，说是史上最棒，肯定违背广告法，但这就是我吃过最嫩的炸鸡。浓盐水腌制的方法真的不错，鸡肉的鲜嫩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那就是皮还不够酥脆，也可能是我的制作不到位。厨房工作真的没有想象中简单，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盯着菜谱做都会翻车。你也有今天。最好说下，这里不是恰饭啊，但我试了别人的方子，肯定还是要吱一声的。这本书叫《厨艺的常识》，作者是美国的迈克尔·鲁尔曼，而这个炸鸡的做法呢，来自于美国纳帕谷一家叫爱德哈克的餐厅。看完了这么棒的炸鸡方法，有素质的你会不会想给原书作者和原创餐厅点个赞呢？ Fish and chips。炸鱼薯条的组合已经诞生了100多年，传说英国人每年要吃到2亿5千万份。我找到了一个被 BBC 称作完美的炸鱼薯条秘方，来自著名的料理狂人赫斯顿。今天就来试试这薯条到底有多复杂，这炸鱼究竟有多完美。赫斯顿经过多次尝试，精选出了阿伦胜利和玛丽吹笛2种土豆，不甘示弱的绵羊也从众多品种中挑选出了山东滕州大土豆、云南高山红皮大土豆。英式炸薯条通常会切得比较粗，但具体的尺寸嘛，根据这一针镜头的焦距、手指的粗细、虎口的间隙、头骨的比例，我推算出薯条的粗细应该是1.5厘米。不仅厚度要合适，高矮胖瘦也要一致，保持好队形才能够受热均匀。讲究用流水冲洗5分钟，带走光阴的故事和薯条中的淀粉。专业。大师级的料理需要精确到秒，所以土豆下锅之后要紧紧盯住沸腾的滚水。哎呀，好舒服呀！煮20分钟左右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此时土豆的表面有细微的裂缝出现，仿佛随时都会断裂，不敢轻易挪动视线。这该死的相机居然这时候没电！尽管我的手速够快，还是有部分薯条煮成了老弱病残的状态。唉。看完了反面教材，再欣赏一下优秀作业。这都裂开了还优秀作业 ？No， 你可别嫌它长得难看。这个配方之所以完美，就是要把土豆煮到即将破裂，油分通过裂缝进入内部，薯条才会金金灿灿，脆口又好看。趁还热乎着，赶紧转移到冰箱里。What？ 大约1个小时之后，薯条就会变得足够干燥。这个时候下油锅，保熟哦不，保脆。所谓完美的炸薯条，就是要求油温精准，时间精确。经过5分钟的低温油炸，薯条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脆皮，还要再放进冰箱1个小时。春花秋月何时了？性急吃不到脆薯条，小楼昨夜又东风。炸完再冻1个钟。等待薯条的时候，来准备炸鱼，用面粉混合粘米粉，滋，加点蜂蜜，上色就更容易。咻，再加整整1瓶啤酒，别怕，酒精会挥发的。再加伏特加300毫升。我信了你的邪，我会醉得像个番茄。在迟疑了0.81秒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相信赫斯顿，把它们搅拌到丝滑的状态，然后倒进随身携带的苏打水枪。美食博主家真是什么都有呢。2氧化碳就是面衣蓬松的秘密，有了这个大宝贝，酥壳就能膨胀到好几倍。冷藏之后，熟练的举起神奇的水枪，准确的喷在容器的中央。沉住气，不过是面糊在冷藏的过程中有了沉淀，倒回去再摇一摇就行了。搞定！我用的是巴沙鱼，先裹炸鸡粉，再裹面糊。锅中油温220度，下锅之后还需要不断的淋上一些面糊。赫斯顿说这是从天妇罗中得到的灵感。另一边，薯条也同步下锅，180度的油温炸到金黄。作为经验丰富的翻车区美食博主，我从容不迫，我泰然自若，我不紧不慢，我不慌不忙。哇哦，镜湖流水漾清波，炸鱼薯条全出锅。你看，淡黄的薯条酥而不烂，蓬松的炸鱼油亮璀璨。你闻，奔放的油香直勾心魂，不知不觉我凑上了嘴唇。你听，我不听。轻薄的外皮脆到令人疯狂，柔软的醇香在舌尖高傲地飞翔。崩脆，满嘴碎，鱼肉嫩得我忘却了词汇，嘴角淌下不争气的眼泪。伏特加的酒味略有些醉，恍惚中听见炸鱿鱼海鲜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台湾夜市里的流行小吃——炸鱿鱼海鲜饭。面衣酥脆，鱿鱼 Q 弹有韧劲，米饭柔软又多汁，夜宵时间最适合油炸的卡路里了。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
糯米需提前浸泡2小时，出汁的做法详见图文菜谱，以及油炸老3样：面粉、蛋液、面包糠。首先把鱿鱼背部这根透明的线状物取出来，很好，这是一只断背鱿。把头切开后，取出牙齿、眼睛，用刀背刮掉透明小吸盘，冲洗干净，再切成小丁。洋葱也切成小丁。平底锅里烧热油，把洋葱放进去炒香，然后加入糯米、白米、接着放入辣椒粉、鱿鱼丁，把它们拌炒均匀，让米饭充分上色。接下来加入一半的出汁，盖起来，用中小火焖煮8分钟。等水差不多收干后，再把剩下的出汁也加进去，盖起来，继续中小火焖煮8分钟。鱿鱼炖饭就完成了。等米饭冷却到你手能承受之热时，把鱿鱼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把米饭塞进肚子里，只要塞满一半就好，因为鱿鱼熟了之后还会缩水。用牙签封口，然后依次裹上面粉、蛋液、面包糠。面包糠一定要多放些，然后用手压紧，炸的时候才不容易脱落。把锅里的油加热到150度，全程用小火。把鱿鱼放进去油炸，炸到两面金黄之后取出来，滤掉多余的油。将炸好的鱿鱼切成河口大小，挤上番茄酱和黄芥末酱，没有的话就用沙拉酱代替也是可以的。再撒些青海苔粉。绵阳夜市的炸鱿鱼海鲜饭就做好了。街边小吃最能勾起食欲，酸咸的酱汁刚好调味。甜辣酱炸鸡和土豆浓汤，外酥里嫩、鲜香开胃的鸡块，配上用连皮炸过的土豆做成的浓汤。参考了官方食谱，不必去到店里。自己在家也可以做来吃。2人份的甜辣酱炸鸡需要准备鸡胸肉300克、土豆淀粉3大勺，用来腌制鸡肉的鸡蛋半个，盐、生姜汁和豆瓣酱少许，生抽、味淋、料酒各1小勺，以及用来调味的1勺蛋黄酱、几滴柠檬汁，还有2勺甜辣酱。首先把鸡胸肉切成1口大小的肉片。接着将鸡蛋、盐、生姜泥、豆瓣酱、生抽、味淋、料酒混合在一起，把切好的鸡肉片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腌制30分钟。到时间后，把腌酱中的水分沥干。在搅拌盆里撒上土豆淀粉，把鸡肉放进去，再撒上一些粉，用手抓匀，重复几次。直到肉片不会粘在一起就可以了。接着把蛋黄酱、甜辣酱和柠檬汁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将锅里的油加热到175度，把鸡肉放进去，炸3分钟，然后捞出来放置2分钟。
接着再放回锅里迅速过油，然后捞出。这样就可以让鸡肉的口感变得很酥脆。最后趁热将之前拌好的甜辣酱倒在鸡肉上，如果酱的味道比较咸，可以酌量加。接着将鸡肉和酱搅拌均匀。无印良品餐厅里最受欢迎的甜辣酱炸鸡就做好了。接下来做土豆浓汤，2人份需要准备土豆半个，高汤块5克，水100毫升，牛奶75毫升，淡奶油40毫升，盐和黑胡椒少许。首先，我们将土豆切成小块，然后装进盘子里，把土豆尽量平铺在里面，这样受热比较均匀。接着放进微波炉里，高火5分钟左右。用手压一压，如果土豆变软了就可以了。把锅里的油加热到180度，放土豆进去油炸，炸到土豆皮有些微黄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沥掉多余的油。在锅里融化高汤块，把土豆、高汤、牛奶、淡奶油、盐和黑胡椒放进搅拌机里，充分融合。之前看到有不少人说加淡奶油是黑暗料理，但其实它只是增加了香浓的口感，奶油本身是没有甜味的。搅拌完成后，再放回锅里加热。如果2道菜一起做的话，建议先做土豆汤，毕竟鸡块再加热，口感就不脆了。把汤加热到沸腾后，马上离火，香气四溢的土豆浓汤就做好了。外皮酥脆，内里鲜嫩的炸鸡，混合了甜辣蛋黄酱的新风味，令人胃口大开。再配上连皮炸过的土豆做成的浓汤，香浓的泡沫中融入了土豆皮的原汁原味儿。喝下一口就忍不住再来第2口、第3口。